人被一只银白雄狮压在身下，可他却丝毫没有一点害怕，反而狠狠给了雄狮一个大嘴巴。怎料雄狮不但没有被女人惊吓，甚至跪在地下求女人救救他。只因这只雄狮是帝国少将兽化，这个世界雄性天生精神力暴躁，如果得不到雌性安抚，就会彻底兽化。威风凛凛的雄狮少将，绝美惊艳的极乐鸟少主，孤傲冷峻的黑豹皇子，华美高贵的九尾红狐首领，都被关押在监狱中，等着自生自灭。穿书成林生育值 F 精神力的废物雌性石兰，为了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，只好跑到这里当起了监狱长。他翻开了监狱长手册阅读，密密麻麻的红色标记让他的视线都有些飘忽，不知不觉闭上了眼。就在这时，石兰头顶的头发微微晃动了一下，接着冒出一朵青绿色的蘑菇。他摆动了2下身子，然后灵活地从石兰头顶跳下，又畅通无阻地穿门而过，蹦蹦跳跳朝着监狱深处飞去。此时在1号牢房内，可汗石的床已经坍塌成碎块，房间里的管家机器人感觉到不对，将自己缩成一个球躲了起来。而白石原本幽蓝色双眼充斥着猩红血色，他忍不住在房间里狂奔，撕毁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物品。他又盯向监牢门，身子不知疲倦地往上面撞着，咚咚，沉闷的碰撞声在监狱内回转。穆唐风眼眶微红地挪开了眼，不忍再看。可汗石不仅是星际众多雌性的偶像，也一直是他最敬仰的人。曾经的可汗石年少一人，单挑上千重族，拯救上万难民，意气风发，受人追崇。而现在只能在这监牢中等死，却无一人可以救他。就在这时，一朵绿色的蘑菇穿过防护门，然后跳到了白狮的脑袋上，钻了进去。10几秒后，蘑菇像是长大了不少，从白狮脑内钻出，颜色变成了红色，完美融合在白狮被血液打湿的绒毛内。与此同时，白狮赤红色双眼也慢慢恢复了几分清明，眼睛逐渐变成蓝色，但不知道是不是流血太多，可汗石只觉得头晕脑胀，庞大的兽形身躯砸倒在地上，头上的红蘑菇没有防备，一下子被甩了好几米远。他在地上翻滚了一下身子，晕乎乎的甩了甩蘑菇头，又深藏功与名，快速的穿墙溜了。白狮倒地的声音宛若闷雷，江夏吓得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，忍不住捂着眼叫呢。穆唐风，可汗石怎么样了？穆唐风刚才也不敢多看，这会儿听到白狮倒地的声音后，他立刻紧张的喊道：可少将，你听得到吗？穆唐风心急如焚，叫了几声，可汗石都没有任何回应。他眼神凶狠地盯着1号牢房内缩在角落变成一个球的机器人管家，愤怒道：1号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快点给贺少将疗伤！这里的机器人管家以监狱号命名，身兼多功能。1号收到了命令，闻声机械眼眨了眨，滴溜溜地滚到白狮身边。他监测了一下，确定对方精神力状态暂时趋于平静状态，才放心恢复原形。机械手臂轻松地将庞大的白狮送到房间的疗养舱内。1号，贺少将还活着吗？穆唐风喉咙艰涩地吐出这几个字。1号眼眸闪烁了一下，冰冷机械的嗓音也带上了几分人性化的欣慰。少将主要是体表伤势严重，还活着。闻声，刚才气氛激进明智的监牢总算多了几道松气声。穆唐风紧皱的眉头松开，紧绷的心弦也放松了些许。看着1号开始整理打扫牢房，目光瞥向门口一侧的红色暗铃，按了下去。一阵刺耳的铃声响起，石兰心跳骤然漏了半拍，霎时从梦中惊醒，立刻弹坐起身，请监狱长注意，2号监牢按铃急住，请在5分钟内到达。机械声响起，石兰摸着还在砰砰乱跳的心脏，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还是快速的朝着监牢内走去。监牢很大，但幸好监狱长办公室离关押深处不算很远，他按时来到了监狱所深处。此时1号牢房仍旧满目疮痍，1号管家机器人兼职修复工作，还在一个个复原，地面上和家具还有未擦拭掉的血迹。石兰看到吓了一跳，短短时间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他顾不得2号牢房的急住铃，探头往1号监狱内看去，并没有看到白狮的身影。天啊，不会他才入职1天就有人越狱了吧？眼前这一切不论怎么样都很像越狱现场。石兰很爱惜自己的小命，观察了一下防护门，看起来完好无缺的样子，暂时按捺住心底的担忧，走向2号牢房。这位大人，你有什么事吗？目光看向对方时，眼底闪过一丝惊艳呆愣，他没想到穆唐风还能化成人形。穆唐风见到他吃愣神情后，趾高气扬指使他：你去打开1号牢房，进去帮1号机器人管家打扫。石兰听后差点气笑了，先不说房间清理的难易程度，光看贺韩氏监牢现状，如果他真傻傻开门进去，那就是找死，毕竟是上任第1天。石兰继续维持礼貌的笑：不好意思，穆大人，我们一般不允许开监牢门。穆唐风其实也知道，但他明白帝国就是想让他们在这里等死。他紧咬着牙，将没吃完的餐盒从窗口扔了出去，里面的饭菜落了一地。那这样呢？监牢外面让你打扫，不过分吧？石兰气得牙痒痒，他笑容收了些。好的。说完，石兰转身就离开了。感觉到他远去后，江夏忍不住道：厉害啊，穆唐风，这雌性脾气真好，你刚才那么做，我都想打死你了。穆唐风嗤笑，没有理他。他化形时间维持不长，这会儿又变成了兽形。一想到待会儿那雌性就要过来打扫卫生，他心情就好了一些，甚至让2号机器人搬来自己的椅子，坐在门口。石兰并没有让穆唐风等太久，只是他带着机器人走了过来。有机器人存在，打扫是不可能自己打扫的。穆唐风的脸都青了，雌性，你居然敢欺骗我！石兰唇微抿了抿，眼底露出无辜神色。怎么了？不是穆大人让打扫吗？我有说让机器人吗？我是让你。石兰眨了眨眼，可是我带来的机器人呀，他打扫不就是我打扫吗？歪理！穆唐风咬牙，臭着一张脸从椅子上站起，气得爪子都在地上跺，两边宽大的翅膀在监牢里都扇出了风。作为帝国4大世家之一，穆家的唯一继承人，穆唐风以前在帝国从来没有不睁眼的敢惹他，更别说这样钻漏子。穆唐风气的精神力崩溃都隐隐发作，说不过石兰，只能瞪着一旁将地面打扫干干净净的机器人，气急败坏。石兰没想到穆唐风会气得这么严重，他叹了
了一声，从机器人手里拿抹布擦了2下地面，就带着机器人离开了。穆唐风看到这一幕，冷哼一声，虽然那个雌性装模作样弄2下，至少也是自己打扫了，他面子还在。江夏笑着问道：“碰壁了吧？”穆唐风，没想到你也有说不过人的时候。谁说的？你刚没看到吗？我让那雌性打扫，他也打扫了。江夏翻了一个白眼，刚才你玩过了，我也要玩。说完，他按了一下房间急助铃。石兰看着闪烁的警铃，这次是4号的亮灯，他揉了揉额头，这些大人确实挺能折腾的，不过他也不怕，提前以防万一，将机器人带上。又来了4号牢房，他看向4号牢房，里面的兔孙正坐在雪上宝座上，白雪堆砌形成了一把晶莹剔透的冰块椅，椅子上还雕了一些花纹。只不过抬头看到兔孙时，他又会觉得有种浓郁的违和感，像小孩子装大人。没办法，这种动物太萌了。石兰只觉得手心有些痒，不敢想象摸下去那层毛有多软多厚。江夏自然能感受到雌性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，但不得不说，他对石兰确实没那么讨厌。在监牢里生活很无聊，所以斗监狱长成了他们的乐趣。他收回思绪，让4号机器人把餐盒送出去。石兰接了过来，往里看了一眼，吃得干干净净，怪不得看着肉乎乎的，把自己养得很好。他眼底藏着笑意，忍不住夸了一句：“真棒，都吃干净了。”江夏原本气势汹汹，思考着安排这雌性做点什么。听到这话，毛茸茸的圆脸瞬间热了起来，好特别，这还是第一个这么夸他的雌性。江夏难得有些娇羞的用爪子挡住自己的脸，这雌性还真是嘴甜，连吃个饭都夸他。看到兔孙2只毛茸茸肥厚的毛爪爪捂脸，坐在身下的尾巴露出的一角轻轻摆动，石兰又被萌到了。江夏受刑确实很软萌。石兰移开了视线，将空的饭盒递给了机器人，想着顺便又去其他监狱。大人需要收饭盒吗？1号的饭盒在狼藉中消失，2号穆唐风和江夏的已经给了自己，所以他现在问的是叶明和盐祸水。今天发生了精神力崩溃的事，叶明和盐祸水2人也没什么胃口，所以送来的饭盒里饭菜还剩了不少。这2人态度还算可以，由机器人送达，没有像穆唐风那样直接扔地上。叶明漆黑的黑豹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，盐祸水红色狐狸嘴角似乎也翘了一下，还对着他放了一个电眼，大概单身太久了，连一只狐狸都看起来那么眉清目秀。石兰有些目眩神迷，忙甩了甩头。江夏注意到这一幕，气呼呼的哼了一声，这雌性也太见异思迁了，刚还对自己笑，这会儿又对其他兽人笑。他咬了咬自己的爪子，冲过去拍门，成功把石兰引过来。江大人，有什么事吗？江夏露出尖牙，我要再来一碗饭，不要饭，只要肉，我要10分钟内吃到，迟到1分钟，我天天按铃吵你。石兰听后决定收起不久前对他无害的评价。江夏闹起人来也挺折腾的，他计算了一下，从这里到食堂的距离10分钟有点赶，为了不超时，他立刻点头走了。10分钟后，石兰气喘吁吁地将满满1份肉拿了过来。江夏金黄色的瞳眸轻轻地打量他几眼，尾巴不自知地摆动了几下，别扭道：“算你厉害，10分钟完成了。江大人的要求我按时完成了，既然有惩罚，自然也有奖励。我这次按时送到了，那你要承诺，今天不要再按急助铃。”他刚跑了一会儿，现在气息仍旧没匀，说话时拖着几分调，嗓音听起来比往常更加绵软。江夏连他说什么话都没听太清楚，只是迷迷糊糊点了点头。等机器人把饭拿进来后，他才后知后觉自己答应了什么。可恶的雌性，精神体一定也是狐狸，不然他怎么会头晕脑胀答应这种事？只是大雄性向来言出必行，自然不好再反悔承诺。想到此，江夏气呼呼地咬了一大块肉。石兰想到1号监牢一状，决定找看起来态度最好的盐祸水。严大人，我想问一下，可汗石怎么了？盐祸水摇了摇头，可汗石今天精神力崩溃发作了，这次比较严重，甚至失去理智，怪不得房间被拆成了这样。石兰心有戚戚，还好他没那么傻，没听穆唐风的开门进去打扫。石兰沉默了一瞬，他看着盐祸水，想到监狱几人，除了穆唐风还能化形，其他几个似乎都这么严重。也许不久又会有另一个监狱内的兽人失去理智，而真正失去理智时，其实也代表活不了多久了。石兰离开后，盐祸水蓦地笑了几声，这个新来的监狱长还挺有意思的。穆唐风，你和江夏还是不要那么快把人折腾走了。江夏大口吃着肉，却恶狠狠地瞪着盐祸水，你管好你自己，别什么狐狸招式都对着人家雌性用起来。狐狸兽人自带魅惑技能，他们发动时能让人进入失神状态，彻底沦为木偶人，任凭他们调遣。盐祸水确实对那雌性用了，但对方不过几秒时间就清醒，简直出乎他的意料。想到此，他笑声更肆意了，低声喃语，确实有意思。或许最闹腾的穆唐风和江夏2个人闹过，接下来急助铃都没再想过。即将午餐的时间，石兰提前去厨房看了看，厨房机器人仍在有条不紊的工作，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控，餐品卫生很好，只不过味道还是太单调了，而且都是清一色的肉。石兰挑着几种肉吃了一下就觉得腻了，这些肉都被机器人们清一色的采用炖煮方式，调料除了盐没有什么。石兰吃着都觉得太过清淡，她自己在厨房里到处找了找，厨房里有个保鲜仓库内，什么调料蔬菜配菜都有。眼前一亮，高兴的拿了一些东西出来。石兰看了一下时间，决定做个青椒炒咕咕瘦，再熬个嘎嘎瘦汤，往里面加一些滋补的药材，味道香甜浓郁，很不错。石兰多拿2个饭盒装菜，一个是自己的，一个是待会儿送给贺寒食的。她第一次做，担心贺寒食不喜欢，量不是很大，2个饭盒刚好装完。石兰心满意足的将这些饭盒放进空间囊里，按时又去给几位大人送饭。这个世界疗养舱治愈很厉害，不过2-3个小时，贺寒食又完好无损的出现在监狱里。石兰扬起一抹笑，关切问道：“贺大人还好吧？”贺寒食轻轻点了点头，谢谢监狱长关心，现在没事了，那就好。石兰微不可察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将2个饭盒拿了出来，一个机器人打包的，一个是自己做的。他将饭盒放在了窗口，是这样的，我想着你刚受伤，所以给你做了一些比较营养的
汤，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食堂的饭菜也一并送来了。可汗时眼底多了几分讶异，他认真打量着石兰，透过房间蓝色的光屏，他脸上的神情并没有那么清晰，但那双眼里却透露出切切实实的真诚。他双眸愈发柔和，谢谢你。说完，他让机器人将2个饭盒拿了过来，还特意嘱咐小心一些。可汗时小心用爪子打开了他送的饭盒，看着在这里未曾见过的青色辣椒和别样的菜式，粉色的鼻子微动，很香，我很喜欢。石兰脸有点红了，他不禁想到自己今天新网上看到的贺涵时照片，身着一身黑金色军装，冰蓝色的眸子神色专注，威严中带着冷肃沉稳，和眼下的温柔差异还挺大的。对面察觉被无视的穆唐风用力用翅膀拍门，还说是想饿死我们吗？石兰回过神来，听到穆唐风的话，下意识眉心一跳，转身快速把饭放到窗口，下一秒又移到了下一个房间。看到穆唐风打开饭盒时，贺涵时视线不自觉落了过去，看到他气得在拍碗，嘀咕又是这种破菜时，默默敛下眼皮，原来只有他有。当然，监狱里石兰印象最好的还是贺涵时，其他几人还是像难伺候的大爷。做饭本来也不算轻松事，他才不想自讨没趣，免得又是一番指点。他这次送餐时，大家都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有江夏好似有些委屈的用爪子推了推上午吃干净的饭碗，让机器人递给石兰。他履行了承诺，后面没有再按铃打扰他。不过石兰拿到后，他还多看了他几眼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，半晌又奇怪地对着他怒气汹汹龇牙，只留给他一个圆润的屁股背影。都说女人心海底针，石兰觉得雄性的心情也挺阴晴不定的。石兰没太深究，他送完饭后就回去自己吃饭了。他没多久就吃得干干净净，感觉自己胃口带了不少，甚至还想来点饭后甜食，想到就去做。科技确实会解放懒人双手，石兰只需要将原料放到机器人食材篮里，调整好各项参数，接下来就等着吃就行。不过5分钟时间，他就拿到了高温烘烤草莓奶油小蛋糕。石兰只舔了一口奶油，眼前一亮，机器人打得比人工还细腻。他准备的原料最后做出了12个，他毫不客气给自己留了7个当下午茶，剩下的打算给监狱几位大人尝尝鲜。石兰带着小蛋糕和管家机器人去了监狱，他送蛋糕的同时还能顺便回收餐盒。可汗时似乎有节约粮食的好习惯，他拿到了2个吃得干干净净的饭盒。看到他吃完了，石兰也有种被认可的高兴，许是吃饱喝足。他正盘身趴在床上，洁白又长条的尾巴懒散闲适的在床上扫着，眼睛紧闭，听到他来的动静才睁开玻璃般蓝色眼眸。监狱长，你来了。石兰回以一笑，将小蛋糕放在送餐口，给你们送点饭后甜点吃，可以尝尝，好吃的话下次还可以给你们准备。可汗时听到了你们2个字，他明白这次不是只有自己有了，不过他心下也并无不开心之意，反而很感谢石兰能挂念他们。可汗时看到了白色奶油上的红粉色草莓，似乎这么远也闻到了蛋糕的香味。谢谢你，监狱长有心了。说着又让机器人小心给自己把蛋糕拿过来。小蛋糕差不多是杯子蛋糕的大小，在白石庞大的兽形前更显渺小了，似乎一口下去还不够白石塞牙缝。石兰看着他低头嗅闻着杯子蛋糕，比白石粉色的鼻子大不了多少，一不小心可汗时还沾了一点在鼻子上。他下意识舔掉鼻尖香甜的味道，后知后觉想起门口的石兰，冰蓝色的眼眸快速划过一丝窘迫。好在石兰并没看清楚，他只是觉得这个蛋糕突然有点拿不出手，他不好意思别了一下头发丝，忙转移话题。对了，我叫石兰，你可以不用称呼我为监狱长，叫我名字就行。好。白石低头脸下发热的耳朵，轻点了点大脑袋。石兰送完小蛋糕后，收起吃干净的餐盒就去2号了。这一次，穆唐风也没浪费餐盒里的饭菜，吃得很干净。看到他过来时，他不免又是冷哼一声，显然还有点计较上午的事。石兰才不会惯着他的无理取闹，放下蛋糕，客套说一句饭后甜点就走了。穆唐风虽然对他的贴心饭后服务很满意，但凭什么他和自己只说一句话，而且他也吃干净饭了，为什么只夸那个矮脚兽不夸自己？他气得又邦邦敲响防护门。石兰后退回去，怎么了？穆唐风语气不满，怎么就一个？闻声他淡淡哦了一下，不想吃就算了，谁说我不想吃？穆唐风生怕他把蛋糕拿走变成人形，立刻把蛋糕放进了嘴里，然后得意洋洋地看着他。幼稚，石兰小声嘀咕着，而穆唐风吃着嘴里的甜食，默默计算刚才2人对话的次数，勉强心气顺畅了一些。果然，折腾的主要还是穆唐风和江夏。叶明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道了一声谢，又让机器人接过蛋糕，隐匿在黑暗之中。到了江夏呢，江夏经过上午仪式后安分了不少，这次接过小蛋糕后，好奇地舔了一口，又忍不住用那双晶莹剔透的金黄色眼睛看着他。下次还有吗？石兰听着江夏的声音，想着不过还是个少年，却被困在了一方天地中，等待着死亡来临，心莫名软和了下来。当然还有想到自己空间囊里除了自己尝过的还剩余的6个，他忍不住又拿了1个出来。江夏见此眼睛一亮，不过又后知后觉丢脸，回想自己刚才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默默再次背对石兰，故作矜持地命令机器人去拿蛋糕，尾巴却像一只快乐小狗，晃动频率比往常快了不少，将自己愉悦的心情一无所知地暴露在石兰面前。石兰见此一点也不心痛自己的下午茶又少了，反正他在外面想吃什么随时可以做，到底不能厚此薄彼太明显。后
续每人都分到了2个。盐祸水不太喜欢吃甜食，他看到石兰拿出来还有点不舍得的样子，有些好笑道：“给我1个就行，我甜食吃的少。”好的，石兰高兴的又收回来1个，想着又道：“那我下次做其他不太甜腻的甜食给你尝。”谢谢。石兰，我直接叫你名字可以吗？盐祸水柔声问。赤红色的眼眸转动间波光流水，低沉的嗓音说他的名字时若有若无带着一根钩子，勾的人光听到这声音就心痒痒。但几次下来，石兰勉强有了免疫力，很快就回过神。好，盐祸水眸光微闪，微深的眼眸内欣慰盎然。听到盐祸水和石兰的对话后，贺寒石眸光轻垂，也没有动那1个多的小蛋糕。石兰经过的时候，他带着几分生疏的叫出了他的名字。石兰，今天你做的午餐很好吃，我也饭吃饱了，这个小蛋糕吃不下，别浪费，你拿走吧。石兰被他说服了，虽然觉得自己做的小蛋糕确实不够人家塞牙缝，但他想贺寒石也没必要在这种事上撒谎。穆唐风隔着2扇防护门望着贺寒石，欲言又止，心里嘀咕：什么时候贺少江食量这么小了？不过基于偶像光环，他什么也没说，甚至在石兰看过来时，眼疾手快又将那1个小蛋糕塞进了嘴里。石兰，穆唐风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，脸霎时红了，他居然做出这种丢脸的事情。在石兰有些无语好笑的视线下，察觉到脸越来越热，他立刻变回了原形，半垂着脑袋埋在自己的翅膀内，若无其事地给自己梳理羽毛。虽然有时候觉得穆唐风挺招人厌的，但不得不说，一看到他的兽形，又会被他的美丽屈服。石兰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饭盒收完了，下午茶也送完了，石兰也没在监狱多待，心情很好的带着机器人离开了此处。下午茶后，石兰吃饱喝足，有些犯困，就在监狱长办公室内找到午休床睡觉。这一觉睡得很好，梦里都是各种各样的蘑菇小人在向自己挥手。醒来后，他咂巴了一下嘴巴，决定晚餐就喝蘑菇汤吧。正准备找一点存在感，从石兰头上冒出的绿色蘑菇又默默藏了起来。快到晚饭时，石兰早早去厨房保鲜室翻蘑菇了，翻了很久，他才找到香菇、平菇、金针菇这3种，决定就用这3种做一个混合菌菇菇菇瘦汤。多余的金针菇弄了一点凉拌，照例为贺寒石准备了1份，又额外加了机器人晚餐里的肉，满满1大盒。同样，大家的饭后甜点他也没忘记，这次还是少糖。贺寒石注意到这次晚饭又是只有自己才有他亲手做的食物，他眼底快速掠过一丝窃喜，莫名有一种被偏爱的感觉，忍不住深深看着石兰，动容吐出一句：谢谢你。石兰，这都是小事，不用客气。石兰笑眯眯地看着他，看到石兰特殊照顾的是自己偶像，穆唐风想着贺寒石精神力崩溃的程度，没有多吭声，只是心里很奇怪，有点闷闷的，以至于石兰这次送饭还觉得他一下子安静了很多，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，虽然有点不适应，但也没问什么，继续一一给其他几人送餐和饭后甜点。叶明同样一声谢谢，看不到身影。江夏高兴的咋呼，这次又做了什么好吃的甜点？这是薏米糕，不会那么甜腻。江夏没吃过这种，金黄色的眼眸都变圆了许多，忙让机器人端给自己看，又忍不住偷舔肠胃，鲜红的舌头快速在米白的糕点上划过。他迟疑了一下，不甜，我想吃中午的草莓蛋糕，这次没有了。想吃的话，那我下次再带给你。真的吗？那我还可以点其他的吗？听着江夏的要求，石兰故作犹豫，在他快恼羞成怒要收回这话时，他又弯唇道：可以，但前提是你不能无缘无故按铃给我找事，好吧？江夏接受了他的提议，接着不甘心反驳，唇角的尖牙若隐若现，我今天也才按1次铃，也是有事才找你。但在石兰似笑非笑的眼神下，想到上午的赌注，越来越没底气，连尾巴晃动的弧度都小了许多，2只毛茸茸的耳朵耷拉着。石兰看着他像犯错的猫咪，脸上还人性化露出心虚表情后，心再次被蒙得一塌糊涂，真想上去抱着他使劲撸毛啊，肯定很舒服。不过顾及自己安全，他们也还不熟悉，他没必要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而冒这样的风险。他满心遗憾的去了盐祸水那。盐祸水听到江夏的声音后，知道这糕点是石兰特意为自己做的。高贵的九尾狐身慢慢朝着防护门走近，隔着看似薄薄的光屏，他微扬起狐狸脑袋，尾巴轻摆，眸光流转，说了一声谢谢。石兰这次终于呆愣了好一会儿，他目光定定地望着那9条红色的尾巴，恍惚觉得自己一下子从科技世界跳到了奇幻世界，一切真不可思议。九尾狐啊，他也是见到了。注意到这一幕，盐祸水眼底快速掠过一丝金光。人看管着整个监狱，却从未见过一个犯人，只因这里关押的都是帝国最危险的凶性。此刻石兰看着墙上的工作时间，上午9点到晚上8点，全年无休，每年仅30天假期。这条件看着苛刻，但工资高的离谱。更让他意外的是，干了1天竟觉得轻松，完全想不通为啥之前10几任都跑了。他摸着下巴暗笑，与其说自己是监狱长，不如说是动物园园长，天天琢磨着怎么伺候这群特殊动物。下班后窝在办公室追剧，快到点时他关掉投屏，去监狱转了圈。我下班了，有事现在说。贺寒石抬眼，没事，早点休息。石兰笑眯眯应着走了。他刚消失，监狱里瞬间活过来。江夏，冻住机器人。叶明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，冰蓝色的寒气迅速蔓延，将各房机器人冻成冰雕。江夏道：冰层撑5分钟，够了。叶明绿眸发亮，那磁性被警察清楚了。孤儿，无后台，主动申请来的，精神力 F， 生育值0，看着没威胁。废词。盐祸水轻笑，可他能看我狐族天赋，说不定资料是假的，你对他用了天赋。江夏炸毛，不要脸，急什么？又不是你的词。盐祸水挑眉，够了。贺寒石沉声打断，两人立刻闭嘴。他看向众人，暂时别刁难他。冰层开始融化，几人默契闭嘴。石兰对此一无所知。接下来的日子越发顺溜，穆唐风和江夏总找他，盐祸水爱要鲜花泡澡，只有贺寒石和叶明从不按铃。他每天便招法做甜点，众人态度明显缓和，穆唐风也没再针锋相对。1个月安稳度过。
过，贺涵石没在精神力崩溃。石兰甚至觉得这日子有点岁月静好。直到2天后，一艘跃迁飞船落在黑明星，他上任后的第一个访客来了。机器人通报大门口有访客时，石兰正窝在办公室整理报表，他好奇地往门口走，远远就见个穿骆驼色大衣的男人站在那里，金丝眼镜衬得他斯文有礼，脚下的牛皮靴沾着星际尘埃。您好，我是大皇子殿下的下属李月，找叶明殿下有要事。男人温和开口。石兰一愣，叶明是大皇子，他只知道贺涵石有少将身份，没想到这监狱里还藏着皇子。他立刻掏出监狱长通话器，输入03编号，漆黑的投影里很快亮起一双绿眸。叶大人，这位李约先生说是您的下属。石兰把镜头对准访客，李约激动地前倾身体，殿下，是我，研究有进展了。叶明的声音从投影里传来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。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他才对石兰说，让他进来。开门时，石兰歉然道，抱歉，探监需要里面同意。李约笑着摆手，理解，以前的监狱长也这样。路上他状似闲聊，小姐一个雌性怎么来这种地方？想家吗？石兰垂眸，我是孤儿，机缘巧合来的。李约果然不再追问，他悄悄松了口气，这人打听的未免太勤了。送李约到监牢区，石兰识趣的离开，刚走不远，就听见江夏发动天赋的声音，冰层冻结的脆响隔着走廊传来。李约先向贺涵石问好，少将最近还好？贺涵石点头，精神力稳定了些，降到88%了。李约心里叹气，88%仍是高危线，雌性根本不敢靠近抚慰。他转向叶明，掏出个小瓶子，艾博士从变异虫族超丝体内提取出了对抗细胞，可能降低10点崩溃值。木堂风瞬间坐直，真的，风险20%，可能加重崩溃。李约补充，药剂太珍贵，只提取出这一瓶，超丝数量不足50只，研究2年才得这么点成果。叶明盯着瓶子里的幽蓝液体，绿眸闪过决绝，给我。李约急忙道，殿下，博士说您最多还有1年时间。我知道。叶明打断他，漆黑的身影在阴影里微微前倾，与其等死，不如赌一把。冰层融化的滴答声里，没人在说话。贺涵石看着那瓶药剂，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袖口。如果叶明成功了，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都有救了？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这向来是叶明的行事风格。李约从送餐小窗口递过药剂，听到大皇子的决定时，并未太过意外。作为下属，服从是第一课，哪怕他心底并不愿大皇子冒这个险，却也只能祈祷这场豪赌能有转机。叶明无法化为人形，便直接用嘴叼住药剂瓶。监狱里的对话清晰可闻。江夏担忧地看向他，大皇子，您真要喝吗？木堂风也劝，这药剂有20%几率引发精神力崩溃，您得慎重。贺涵石庞大的白色身影立在防护门前，沉声道，殿下，让我试吧，我本就精神力崩溃严重，就算复发，也不过是提早死而已。不行，要是也该我来。木堂风立刻反驳。盐祸水唇角微勾，低磁的嗓音带着几分对生命的淡漠。争什么？不如给我试。贺涵石最严重，叶明次之。我在江夏和木堂风之前，就算崩溃程度加深，也不至于丧命。万一运气好，说不定还能降10点崩溃值。不亏，都别说了，我喝最合适。叶明眼底闪过一丝暖流，他清楚艾博士的药剂来之不易，短时间难再研制。贺涵石绝不能试，而自己只剩1年寿命，若能搏出转机，或许能为他们争取时间。药剂入口，叶明还未察觉异样，便对李约道，你先回去，结果我会通讯告知。李约还想留下，却被叶明带着怒意的声音打断。怎么，本殿下的话你也不听了？李约不敢再多言，只能妥协。那我先走了，会多抓些超丝给艾博士。待李约离开，叶明体内血液骤然沸腾，浑身开始发热，他强忍着不适。江夏等人已听出他嗓音的异样。大皇子，怎么了？有效果吗？木堂风紧张追问。贺涵石眉头紧锁，这声音不对劲，盐祸水低语，怕是精神力崩溃发作了。话音刚落，3号监牢里便传出沉闷的痛哼，接着是坍塌声、碰撞声接连不断，与上次贺涵石发作的场面如出一辙。大皇子，醒醒啊！江夏试图唤醒他，却徒劳无功，众人只能眼睁睁看着，连贺涵石也束手无策。监狱里只剩黑豹的撞击声在回荡，震得人心头发紧。另一边，石兰正送李约离开，他贴心地为李约打包了食堂的饭菜。李约感激道，多谢小姐，您能来这种偏远星球工作，真让人佩服。石兰有些不好意思，只是生活所迫。李约想起他孤儿的身份，没再多问，只道大皇子性格拘束，不太亲近人，还请您多关照。他看着脾气不好，实则心善。垃圾星改造、安置流浪兽人、严惩拐卖雌性交易等建议，都是他提出的。石兰愣住，书中写的是二皇子剿灭拐卖雌性的组织，怎么成了大皇子的功劳？这可是男主提升名望的重要剧情。他忍不住追问，那暗中交易的后续呢？李约脸上露出自豪，大皇子17岁时就查出幕后主使，带兵端了老巢，救出200多个雌性。只是这2年他不在首都星，那些组织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石兰心头一寒，或许是大皇子死了，才有了二皇子后续的功绩。送走李约，石兰望着监狱的方向，若有所思。这些被囚禁的兽人似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过往。望着李约远去的背影，石兰想起精神力崩溃的结局，心头泛起一丝悲悯。监狱里这几个，除了木堂风，其他人几乎都是必死的结局。或许某一次精神力崩溃发作，生命就会戛然而止。和他们相处了1个月，虽谈不上多深的感情，但想到这样的结果，还是让人唏嘘。不
不能再想了。石兰觉得脑袋都有些发胀，甩了甩头，与其纠结这些，不如先想想晚饭吃什么。想着，他转身走向厨房，角落里之前被摔在草堆里的绿色蘑菇晕乎乎的站起来，循着味道朝监狱深处跳去。监狱内，黑豹的自残行为还在继续，防护门上溅满了鲜红的血点，角落里的机器人进入待机自保状态。黑豹痛苦又疯狂的嘶吼声重重砸在每个人的心上。可汗时眼睛严厉的眯起，对机器人下令：3号，立刻采用非法手段砸晕殿下。3号机器人听到殿下2字，机械眼快速闪烁了2下，又立刻熄灭，没任何反应。江夏看到这一幕，气得用脑袋撞了一下门。好啊，这3号居然装没听到。刚撞完，他就后知后觉的倒抽一口凉气，赶紧把圆胖的大脑袋埋进冰雪里，钻了个洞来冰敷。木堂风盯着自己监牢里的管家机器人，冷笑一声：他们不会听的。这里的机器人是R科技公司的最新技术，功能齐全，价格昂贵。芯片里内置的第一编码程序是以自身安全为主，这是他来监狱第一天就知道了。上次贺寒石发作，他也没让机器人去打晕贺寒石。木堂风向来对机甲人工智能感兴趣，刚来无聊时就把自己监牢里的机器人拆开研究过，只是安全编码程序需要换芯片才能改，监狱里没有芯片，就一直没弄。贺寒石问道：你试试看能不能从监狱出来？木堂风的隐身天赋有时候能让防护门忽略，这防护门其实是感应他们自身的，所以就算是送餐口，他们也出不去。大家只能心情低落的听着撞击声，不过这声音没持续多久就消失了，接着传来黑豹晕倒的声响。江夏忙贴近门盯着对面看，直勾勾望了半天，忍不住揉了揉眼。大皇子头上是撞肿了吗？怎么有片红红的？盐或水无语道：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关心这个？人没事就行。江夏眨了眨眼，再看又没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眼花。他摇了摇头，也没心思多想其他，忙叫3号机器人。这会儿3号机器人判断出叶明没什么风险了，才恢复机械身形，熟练的把叶明送去了治疗舱。有了上次贺寒石的经历，大家在面对晕倒的叶明也比上次淡定不少，至少不会那么一惊一乍。但为了确定情况，江夏还是问了3号叶明的生命体征，得知对方还活着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石兰送晚餐的时候才知道叶明也精神力崩溃发作了，他这次决定一视同仁，做的饭菜每个人都有份。看着3号房里难得亮着灯，却乱糟糟看不出原样，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又一个精神力崩溃发作了，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，这也意味着死亡更近了。对面4号牢房的江夏还不知愁滋味，只是眼巴巴地盯着石兰手中的饭盒。石兰，我饿了，反正大皇子不在，他的饭也给我吃吧。石兰回过神，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，可心里却气不起来。江夏还那么年轻，却也无法化成人形了。他没心思计较，拿了2个饭盒给他吃吧。石兰真好，谢谢你。江夏幸福地看着眼前的2份饭，他虽然兽形相对娇小，但饭量很大，这点石兰早就见识过了。看着他笨拙地拿着勺子大口吃饭，一脸满足的模样，石兰莫名有种当家长投喂孩子的满足感。江夏一边吃饭，余光一边偷瞄石兰，心里既高兴这个雌性这样盯着自己，又烦恼自己拿勺子吃饭的姿势。他真想埋头大口吃，可雌性在这，不能表现得这么没形象。他故作苦闷地叹了一声，白蓬蓬的尾巴却兴奋地左右摇摆着。做晚饭前，石兰还饿得不行，可送完晚餐，饥饿感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看着眼前的晚饭，最后勉强喝了1碗汤就没了胃口。吃饱喝足，困意悄然袭来。这时他忽然想起什么，打开手腕芯片查看个人账户，工资和雌性2000新币的补贴果然到账了，加起来竟有2万多新币。石兰盯着余额看了半天，舍不得移开视线，最后决定买点零食奖励自己。黑明星吃喝还算方便，就是缺了零食少了些乐趣。石兰一口气下单了不少，花了1000新币后，发现偏远星的太空运输费要200新币，不过满1500可以免运费。他在凑单类目里挑挑拣拣，看到一个黄色的宠物毛线球，鬼使神差的买了下来，又加了些零食凑够金额，花钱果然让人畅快。石兰看着配送单里的零食，一点也不后悔，毕竟黑明星偏远，一次性多买点，上班也不会太无聊。买完东西，眼看快到下班点，石兰又去监狱走了一趟。治疗舱的治愈时间和伤势相关，上次贺寒石治疗花了2-3个小时，现在才过去1个多小时，叶明还没出来。贺寒石见他朝叶明牢房走去，眸光晦涩了些，温声安慰：别担心，3号说叶明还活着，再过1个多小时或许就能出来了。石兰点点头，人非草木，相处1个月，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出事，哪怕知道书中结局不佳。望着依旧凌乱的3号牢房，他琉璃般的眸子里闪过几分怜悯。曾经的天之骄子，如今被遗忘在偏远星球的角落，静静等待死亡降临。他暗下决心，要调整心态，别投入太多心思，免得送别时徒增悲伤。嘱咐完下班事项，石兰离开了监牢。半夜，石兰又梦到了绿色蘑菇小人，他们不做别的，只是盯着他哭。石兰被哭烦了，故作凶狠，再哭就把你们煲汤喝，一口一个。蘑菇小人果然不哭了，咬着小手手抱团取暖。石兰蹲在角落嘀咕：怎么都是绿色的，看着就有毒，送给我都不吃，你们到底为什么总来我梦里？快出去！他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梦到他们，前阵子喝了蘑菇汤消停了些，最近又出现，都怀疑是自己吃太多蘑菇，引来蘑菇精灵哭丧。蘑菇小人怕被吃，怯怯地说：我不好吃，别吃我，除非你答应，不然不出去。还敢威胁我？石兰想着，梦中竟真出现一口大火锅、分辣锅和清汤，这么人性化。他盯着绿油油的蘑菇小人，发出魔鬼般的笑声。蘑菇小人尖叫着消失，石兰也猛地从梦中惊醒，耳边似乎还残留着4-5岁小孩般的哭泣声。我去，不会见鬼了吧？大晚上在自己卧室听到小孩子的哭声，可不是什么美妙的事。石兰吓得一屁股坐起来，立刻打开灯，眯眼看向床尾那朵巴掌大的绿色蘑菇，有点怀疑人生。
声。这蘑菇和她梦里的简直一模一样，难道真能从梦里跑出来？蘑菇没有梦中的小手，但小女孩的哭声确实来自她。蘑菇脑袋上还有透明水迹往下掉，打湿了床尾的被单。石蓝莓心跳了跳，揉了揉额头，不许哭。绿色蘑菇反射性的止住泪水，身子却别扭的侧过几分。哪怕看起来只是朵普通的毒蘑菇，石蓝也能从她身上感受到浓重的哀怨与委屈。好了好了，不凶你了。她嗓音软下来，蘑菇扭捏的朝他转了转，又闹脾气似的别过脑袋。石蓝犹豫片刻，试探道：“不吃你。”蘑菇总算不再侧身对他了。见他一举一动如此人性化，石蓝又好笑又好奇，忍不住问：“你从哪儿来的？怎么在我房间？”话音刚落，脑海里就响起委屈巴巴的声音：“主人，我是你的精神体啊，当然得跟着你。”石蓝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刚才的哭声似乎也是从脑海里传来的。他惊讶道：“精神体？我精神力 F 级也有精神体吗？原书中从没提过原主的精神体，难不成真是一朵蘑菇？废瓷也会有精神体？”绿色蘑菇不高兴地反驳：“主人精神力才不是 F 呢。”石蓝更惊讶了，难道精神力会变化，还是和他穿书有关？那我精神力是什么等级？绿色蘑菇状似思考，迟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它只是精神体，哪懂人类的评判标准？”石蓝看着他刚才信誓旦旦的样子，一时语塞。这么晚了，他只想继续睡美容觉，于是道：“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找个地方待着吧，别去我梦里哭就行。”脑海里的声音又带了哽咽：“主人还没给我取名字呢。”石蓝关灯躺下，用意识回：“那就叫小毒吧。这蘑菇长得就像毒蘑菇，他还有点不敢碰。不过自己的精神体应该是安全的。”想到这，石蓝安心翻身，不知道取名来源的小毒因拥有名字而高兴，乖乖回到意识海内。翌日，石蓝睡眼朦胧地抱着被子坐床上，打了个哈欠，清润的眸子里氤氲着水雾，像水洗过般干净明媚。发了会儿呆，他突然开口：“小毒，我在。”脑海里的声音立刻响应，石蓝这才确认昨晚不是做梦，他真的有个精神体，还是朵绿色蘑菇。听说大部分兽人精神体是动物，怎么他的是植物？不过书中原女主的精神体是雪莲花，也是植物，他也就没太惊讶。自家蘑菇虽不如雪莲花惊艳，但纯绿色肉嘟嘟的也挺可爱。他让小毒出现，捏了捏软乎乎的蘑菇肉，心满意足的下床。送早餐时，夜明已经恢复，房间又变得漆黑一片。他如常说了声谢谢，只有一双绿油油的眼睛在黑暗中隐约可见。监狱里机器人做的都是肉类，石蓝做的会加蔬菜。早餐是三明治，肉蛋蔬菜都有，机器人准备的肉他也装了些。这是叶明第一次吃他做的食物。石蓝发现他挑食，把三明治里的蔬菜剩在了碗里。取饭盒时，他忍不住说：“荤素搭配对身体好，尤其你刚受伤。”漆黑的监狱里一片沉默，像是无声抗议。身后的江夏饭量大，石蓝单独给了2个三明治，还意犹未尽，哼了一声：“石蓝，下次大黄子的给我吃，我吃3份，我不挑食，你做的我都喜欢。”石蓝真不怕撑死。监狱的饭盒不小，江夏还吃了很多肉，也太能吃了，他不敢真给3份，平时2份加饭后甜点也够了。看着漆黑的3号牢房，石蓝想着要是他不喜欢，下次就省事了，却听到叶明冷泉般的嗓音慢吞吞道：“很好吃，我下次会吃的。”好，石蓝没再多说，他听不听无所谓，不喜欢还有机器人做的。江夏圆润的脑袋上，耳朵微微垂下，金黄色兽瞳露出明显的遗憾。石蓝被萌得差点又去做一份，还是克制住拿了饭盒走。离开监狱时，他路过2号监牢偷瞄了一眼，最近木堂风沉默了不少，刚开始还喜欢安陵找他，现在看到他也不怎么说话。木堂风察觉到他的视线，别扭地撇过脑袋，直到石蓝离开，才扭着脖子伸展翅膀放松身体。对面监狱里，在墙上训练的贺寒石纵身跳落，余光不经意望向对面，眼底快速掠过几分黯然。人明明只是个精神力哀夫的废物雌性，却让帝国5个大佬疯狂吃醋，又争又抢。此刻石蓝刚在花园摘完花，就收到了快递签收通知。监狱门口机器人抱着个大盒子，等他签完字收进空间囊，他脚步都轻快了几分。是昨天刚下单的零食和小玩意。星际快递果然神速，回到办公室翻出东西，他特意挑出个拳头大的毛线球，指尖勾着线绳晃了晃，这个给江夏正好。提着零食袋走进监牢区时，江夏正埋在雪堆里叹气，听到脚步声，瞬间从雪堆里弹起来。贺寒石刚从攀爬架下来，冰蓝眼眸映着他的身影，接过零食时声音都软了几分，有心了。木堂风捏着零食袋挑眉，新王买的。他眸光微动，没再多问。3号牢房依旧漆黑，石蓝刚递过零食，就听见近在咫尺的谢谢。抬眼望去，黑豹竟主动走到了门前，幽蓝微光勾勒出庞大的身躯，绿眸在暗处亮得惊人。石蓝下意识绷紧胳膊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却莫名少了初见时的恐惧，还敢盯着他看了2秒。到了4号牢房，满眼雪白，差点晃花眼。江夏踩着雪印跑到门口，胡须抖个不停。零食，石蓝笑着掏出毛线球，线绳在指尖转了个圈。还有这个给你的玩具。毛线球刚递过去就被兔孙一把按住，他用爪子扒拉着线绳，金黄色的眼睛瞪得溜圆。给我的。见石蓝点头，他突然用脸颊蹭了蹭防护门，发出舒服的呼噜声。隔壁的木堂风嗤笑一声，多大了还玩毛线球？话虽如此，却忍不住转头多看了2眼，连一直泡澡的盐祸水都探出头来，看着江夏玩得不亦乐乎，眼底闪过一丝笑意。玩具，江夏瞬间炸毛，金黄色的眼眸瞪得溜圆。我可不是宠物，谁要这种小东西？他龇牙咧嘴的晃着脑袋，尖锐的犬牙在唇间磨得咯吱响，气鼓鼓的样子活像被踩了尾巴的猫。
石兰被他吼得手一缩，举着毛线球讪讪道：“抱歉，我没那个意思。”正准备收回空间囊，手腕却不经意晃了晃，毛线球在空中划出弧线的瞬间，江夏的脑袋竟跟着歪了歪，瞳孔倏地缩成2个小黑点，死死盯着晃动的球。石兰心里咯噔一下，故意又晃了晃，兔孙的视线果然像被磁石吸住，尾巴尖不受控制的翘了起来。他强忍着笑做事要收，那我拿走了，谁让你拿了？江夏急得爪子在地上刨出坑，耳朵都竖成了三角形。我只是看看质量。毛线球刚从小窗口扔进去，4号机器人就举着清理工具过来了。江夏瞳孔骤缩，飞扑过去把球叼在嘴里，恶狠狠地冲机器人吼：“滚！今天别出现在我面前！”等机器人缩到角落，他才偷偷把球扒拉到脚边，耳朵尖却红得发烫。石兰憋着笑来到盐祸水的监牢，递过零食和刚摘的粉色四季花。今天玫瑰没开，这个也很香。盐祸水9条红尾巴在身后轻摇，赤色眼眸盯着他，声音低磁的像羽毛搔过心间，很美。离开时，石兰总觉得背后发凉，回头一看，穆唐风正瞪着他，手指重重按在防护门按钮上，嘴型明明就是偏心。他莫名其妙的挠挠头，明明都送了零食，怎么还不高兴？直到走远了，才听见江夏那边传来毛线球滚动的声音，夹杂着兔孙得意的哼唧。石兰这才笑着加快脚步回办公室。穆唐风看着自己空荡荡的窗口，气呼呼的把羽毛摔在地上，不就是个破球吗？谁稀罕？隔壁的江夏却叼着毛线球在雪地里打滚，尾巴都快摇成了螺旋桨。他的幸福简直是在往别人耳朵里钻，哪管旁人死活。对面穆唐风忍无可忍吼道：“吵死了！江夏，你能不能安静点？”江夏后知后觉，有点丢脸，居然被个破球勾的失态。他爪子下意识把球往肚皮底下藏，厚厚的褐白毛遮得严严实实。叶明盯着芯片数据，接通里约通讯：“殿下怎么样？”里约急问：“他和艾博士在实验室等了1天。”叶明语气松快些：“好像有点用。”艾博士激动追问：“真降了10点崩溃值？”“没有，就降了1点。”叶明摇头：“之前73%，现在72%。”通讯那头艾博士懵了：“难道崩溃发作后反而能降1点？这惊险归惊险，倒像是个办法。”“殿下，你确定是崩溃后降的？”可汗石突然开口。叶明笃定：“每天都测，之前每月涨1点，现在确实降了。”可汗石调出自己的数据，可能不是药剂的事。我前阵子崩溃后也降了1点，从89%到88%。这话一出，满场死寂。精神力崩溃值居然能降，而且贺寒石都88%了。要知道，超过85%的兽人发作后从没活口。艾博士猛了半天：“殿下，让李约再跑一趟，你和贺少将抽点血给我，说不定你们身体有啥变异潜能。”艾博士急着研究药剂，当天说的是李约当晚就到了。石兰见了他很惊讶：“李约又来探望殿下？”一回生二回熟，李约笑着递过礼盒：“美丽的磁性小姐，上次匆忙，特意补份见面礼。”石兰连忙开门，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太客气了，叫我石兰就好。”“好的，石兰小姐。”李约举着礼盒没放，就当谢你照顾殿下，小小心意，别客气。石兰本觉得是分内工作，不该收礼，但架不住他坚持，只好接下。路上，李约突然问：“石兰小姐脾气这么好，追求者应该不少吧？”他真心觉得帝国雌少雄多，大多雌性都高高在上，哪像石兰这样温和。石兰顿了顿，慢吞吞道：“没有，我精神力 F 级，生育直灵，没人看得上。”李约脸颊一热，恨不得扇自己嘴巴，干笑2声遮掩尴尬：“别这么说，你很好，以后有需要随时找我。”他心里盘算着，自己精神力 B 级，不用上战场，也不喜欢小孩，石兰这样正好。石兰没懂他的意思，只当是客套，抱着礼盒像揣了烫手山芋，送到监狱就赶紧溜了。李约看着他背影，有点失落，随即拿出采血工具。叶明和贺寒石虽惊讶他来得快，但也没犹豫，立刻准备抽血。殿下，石兰小姐到婚配年龄了吗？李约突然问。正在抽血的白狮和黑豹爪子同时一抖，齐刷刷看向他。李约没察觉一样，自顾自说：“石兰小姐很好，我想追求她，让她当我妻主。”叶明盯着抽血管没说话，贺寒石的肌肉瞬间绷紧。穆唐风先炸了：“李约，石兰是我们监狱长，你想什么？外面雌性不够你追，非要追个生育直灵的废雌？”李约皱眉：“穆少爷这话过分了，我不在乎精神力。”江夏把毛线球一丢：“他有什么好？不就眼睛大点，嘴巴红点，皮肤白点，外面多的是，你不懂。”李约摇头：“漂亮的多，但石兰这样好的少。”他笃定这些大佬不会看上石兰，压根没防着。江夏被噎住，却还是不服：“你精神力很高，凭什么觉得他看得上你？我精神力 B 级，正好不用他抚慰，也不用担心崩溃。”李约认真道：“我会努力追求的。”监狱里瞬间安静。是啊，他们这些精神力濒临崩溃的，哪有资格追求他？贺寒石眸色暗沉，血都溢出来了也没察觉。穆唐风脸色铁青，砰地关上防护门。李约，你该治治眼睛了。李约没理他，转向叶明：“殿下，你知道石兰喜欢什么吗？我送的手链是时下最流行的，她应该会喜欢吧？”叶明用牙咬掉抽血管，眸光冰冷：“李约，本殿叫你来是工作的，不是让你谈情说爱的。抱歉，殿下，下次不会了。”李约被叶明一提醒，立刻收敛了情绪，收好2管血液时，他瞥见贺寒石前爪的毛发沾了血，忍不住道：“贺少将，您爪子流血了，要不要包扎？”贺寒石冰蓝色的眸子冷冷扫过来：“无碍。”李约挠挠头，心里嘀咕：黑明星待久了，少将脾气怎么变这么冲？大概是精神力崩溃闹的吧。他没再多问，只道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叶明叮嘱：“药剂没做好前别再来了，有事通讯说，省时间。”李约脸一垮，这岂不是很久见不到石兰了？想再说2句，被叶明一句走吧堵了回去。离开时，李约趁着石兰送他，赶紧说：“石兰小姐，加个通讯好友。”石兰没多想，直接通过了，又塞给他一份晚餐，路上吃。李约心里暖烘烘的，你真好。石兰刚想提还手链的事，手腕芯片突然急速震动，监狱急助铃响了，6分钟内
不到就扣钱，他哪敢耽搁，匆匆道：“我有事先走。”一路顺风狂奔到监狱，芯片显示是叶明按的铃，他喘着气问：“叶大人怎么了？”黑暗里，叶明的绿眸扫过他的手腕，淡淡道：“李约走了，刚走没多久，要拦他吗？”石兰紧张道。叶明松了口气：“不用，通讯说就行。”石兰看了眼时间，快下班了，大人们还有事吗？话音刚落，穆唐风炸毛道：“热死了，给我弄杯冰饮。”江夏立刻跟风：“我也要。”叶明和贺寒石紧跟着开口：“加我一份。”石兰懵了，怎么突然都要喝冰的？他看向严祸水：“严大人要吗？”严祸水笑眯眯：“那就麻烦了。”石兰只好折去厨房，想着穆唐风火气大，顺手多做了壶凉茶。10分钟后，他端着5杯冰饮过来，又问穆唐风：“凉茶要吗？降火的。”穆唐风刚灌完冰饮，火气半点没消，其他人也跟着点头。结果凉茶刚入口，穆唐风噗的喷出来：“这什么鬼东西，这么难喝！”江夏舔了一口，苦得直吐，比药还苦。凉茶就这样，凉药苦口吗？石兰强忍着笑解释。江夏不信邪，再尝一口，直接把凉茶吐在地上，雪白的地面溅出褐色污渍。石兰见他们这模样，差点笑出声，又怕穆唐风找茬，赶紧道：“没事，我下班了。”说完溜得飞快。石兰走后，严祸水慢悠悠喝完冰饮，轻笑：“今晚可真是场好戏。本以为这雌性只骗了你们信任，现在看来，连大皇子和贺少将都乱了阵脚。”叶明皱眉，想多了，天热而已。贺寒石冷声道：“我只当他是监狱长，你们信就好。”严祸水笑意渐深，但他绝不是普通废瓷，背后水深着呢。贺寒石忽然低笑：“水深又如何？我这精神力崩溃值迟早是死，还有什么可图的？”他甚至希望石兰真能从他这拿走点什么，可他连多余的眼神都没给过，冰蓝色的眸子又染上颓色。这话像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。曾经的风云人物，如今困在监狱等死亡，他们有什么值得石兰费心的？第二天，石兰撸着掌心的蘑菇纳闷：“小毒，你怎么变小了？”主人，我分了种子出去，吸收更多营养就会变大了。小毒在他掌心蹭了蹭，营养从哪来？石兰疑惑地问道。精神力毒素呀，主人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隔天，监狱彻底乱了，机器人都在凿墙缝里的绿蘑菇，镜子上的沙发上的甚至还有雪堆里的。5个机器人集体迷茫，这蘑菇怎么挖不掉？拔了又长，像永远循环。江夏看4号笨手笨脚，亲自用牙咬，结果咬了个空。他气呼呼放弃，冰天雪地里长蘑菇就够怪了，还弄不掉。大家互通消息，发现每个房间都有这怪蘑菇，还都无法消除，只能任由它扎根。穆唐风凑近闻了闻，隐约闻到点熟悉的气息，像石兰身上的味道。他自嘲地勾了勾唇，怕不是魔怔了。石兰送餐时，一眼就看到江夏牢房里那抹刺眼的绿，头皮发麻。小毒，你把种子撒监狱里了？主人，我饿。小毒委屈巴巴。石兰劝不动，只能先作罢。回去后急忙问，怎么才能不饿？吃精神力毒素呀。小毒理直气壮。石兰心头一跳，是不是影响精神力崩溃的那种毒素？对啊，监狱里的人身上都有好吃的。他猛地睁大眼睛，难道自己的精神体能吸收毒素治愈他们？离开了。石兰要离开黑明星去参加毕业典礼了。此刻石兰赶紧上新网查看，果然精神力崩溃的根源就是这东西。如果小毒真能把毒素吃掉，是不是意味着能治愈他们？石兰心脏砰砰狂跳，他这种炮灰居然也能有金手指，和女主一样的治愈能力。他盯着掌心的蘑菇严肃道：“监狱里重就重，但必须藏好，绝不能暴露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没足够实力前，这秘密得烂在肚子里。之后面对监狱众人时，他总有点心虚，又安慰自己，雌性精神体从不外露，没人会怀疑。相安无事过了1个月，小毒长到2个巴掌大。这期间监狱里再没人发作过精神力崩溃，石兰悬着的心渐渐放下，彻底纵容小毒觅食。第3个月末，石兰收到了毕业通知，原主读的帝国首都学校是顶级学府，免学费招雌性，她得回去领毕业证。她申请了5天假期，正好用掉每年30天的年假。接替她的临时工陈雄提前2天到了。陈雄是个彪形大汉，一身肌肉却长着双眯眯眼，笑起来透着憨厚。见到石兰是雌性，他震惊的半天回不过神，猛地敬礼：“监狱长好。”“不用客气，我跟你说下工作内容。”石兰递过工作手册，主要记好送餐时间。几位大人脾气都还行，按手册做就行。陈雄松了口气，这工作比想象中轻松，更重要的是能见到偶像贺少将。他拍着胸脯保证：“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各位大人。”石兰带着陈雄去监狱介绍：“我要离开一阵子，这是接替我的陈雄，接下来由他照顾你们。”石兰话音刚落，贺寒石浑身一僵，摇得正欢的尾巴猛地停住，眼神冷得像冰。穆唐风啄羽毛的尖会抖了2下，硬生生咬断一根，疼都顾不上喊。叶明从阴影里迈不出来，直盯着防护门，眼神里的不爽全写在陈雄方向。江夏爪子下的毛线球滚到一边，焦躁的在雪地里踩出一串乱爪印，连一直漫不经心的盐祸水都沉了脸，桃花眼里寒光直冒。他们心里同时咯噔，石兰是不是烦他们了？是不是想走了？空气瞬间凝固，陈雄半点没察觉，盯着1号监狱里的白尸，激动的结巴：“大人们好，我是陈雄，以后我来照顾你们。”贺寒石从床上跳下，威风凛凛的白尸第一次露出獠牙，他淡淡扫向陈雄，后者见到偶像，脑子直接宕机，结结巴巴敬礼：“贺少将好。”贺寒石没理，他强压着对这陌生人的厌恶，只冷冷嗯了一声。石兰松了口气，贺寒石发话就好办，他能安心休假了。
了。见两人认识，便带陈雄转向2号监狱。陈雄当满脑子都是贺少将，这会儿看清门牌，腿一软，差点跪下。帝国4大家族的穆唐风怎么也在这？这主出了名的厌丑，3米内见丑人就揍，连二皇子踩了他跟羽毛都被打进治疗舱。穆唐风冷笑：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上班，哪来的丑东西？脏眼！石兰脸一沉，穆大人不能凭长相评判人，内心肮脏才是真的脏。陈雄听得眼眶发热，忙挡在石兰身前：对不起，穆少爷，我下次戴口罩。滚！穆唐风根本不管其他人，他看到这个雄性还触碰到石兰，眼中愤怒更盛。陈雄吓得一抖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而石兰八风不动站在原地，直勾勾盯着他。道歉，这是他头一次这么严肃。穆唐风愣了，满腔怒火突然变成委屈，华丽的羽毛瞬间暗淡，橙黄尾翎蔫蔫的拖在地上。陈雄腿肚子打转，这雌性疯了，敢让穆少爷道歉？你居然为了外人凶我！穆唐风的声音带着颤，眼里却蒙着层水汽，倔巴巴的样子像要哭出来。石兰缓了缓语气道：我们属我才说，要是哪天我变丑了，你也要骂我丑东西吗？我才不会！穆唐风脱口反驳。石兰追问：就算你不会，别人要是这么说我呢？你想我听了会不会伤心？谁敢我撕了他？穆唐风炸毛，一想到有人骂石兰，爪子就痒。石兰笑了，声音软下来：所以不能凭长相评价人，知道吗？穆唐风眼里的委屈慢慢散了，却盯着他问：我道歉你就不走了？石兰无奈摇头：我有急事必须走一趟，暂时的，就请5天假。紧绷的空气瞬间松了，5人悄悄松气。贺寒石眼神回暖：我们等你。穆唐风心气顺了，瞥向陈雄的眼神没那么凶了，看在石兰面子上，他不情不愿嘟囔：道歉。陈雄捂着脸的手差点掉下来，穆少爷居然道歉，这雌性说他2句居然没炸，说出去谁信？他掐了自己一把，疼得龇牙。没事的，穆少爷。穆唐风撇撇嘴，把到了嘴边的恶言咽回去，扭头不看他。后面的介绍顺多了，陈雄越听越心惊，这黑明星监狱居然聚了帝国大半顶流强者，个个精神力2S以上，崩溃了能掀翻半个星球。他看着石兰的眼神满是敬畏，这雌性居然一点不怕。一圈介绍完，石兰对陈雄笑笑：拜托了。陈雄看着他弱不禁风却坦然的样子，咬咬牙点头：他能行，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能怂。石兰放心下班，连夜收拾好行李。第2天一早，他赶上去首都新的航班。毕业典礼前一天，石兰在校园溜达，突然被人拍了后背，他回头撞进一双狐狸眼，明艳大美女大红唇，正是姜妍。石兰发什么呆？姜妍挥挥手：这么久不见就不认得了。石兰笑着回神：怎么会？姜妍，好久不见。姜妍是原主唯一的朋友。石兰对原主记忆不多，只记得在学校时，原主总因生育值和精神力被嘲笑，每次都是姜妍帮他骂回去。他目光扫向姜妍身后，2个风格迥异的雄性像门神似的站着，正虎视眈眈盯着周围靠近的人。对了，这是我的2个受父。姜妍把人拉过来，后天就是我们3个的婚礼。石兰愣了下，才想起这是穿书世界，一夫一妻才稀奇，忙笑着祝福。姜妍把受夫打发走，挽住石兰的胳膊：去食堂吃饭吧，新开的那家是人工做菜。吃饭的时候，石兰的手腕芯片震个不停，打开一看，好几条好友申请，全是贺寒石他们发来的。突然收到5个人的好友申请，他第一反应是监狱出事了。石兰立刻通过申请，贺寒石的消息先弹了出来，紧接着其他人也都发了消息，问的全是你在哪儿。石兰先回贺寒石，在首都新学校，明天发毕业证。贺寒石秒回：好，注意安全。旁边的姜妍见他对着芯片不停回复，打趣道：谈恋爱了。石兰关掉芯片摇头：是工作上的事。再说我这情况，100米外的雄性都得绕道走。姜妍晃了晃神，赶紧摆手：胡说，我家兰兰这么漂亮，看不上是他们眼瞎。饭后姜妍递过婚礼邀请函，他顿了顿问道：你现在在哪儿上班？石兰感慨道：我现在在黑明星当监狱长，挺好的。黑明星监狱长。姜妍瞬间瞪圆了眼，拉着他前前后后打量：没受委屈吧？姜妍家有背景，知道黑明星里关着穆唐风这些刺头，要不我给你换份工作？石兰拒绝：不用，我在那挺好，没人欺负我，工资还高呢。姜妍见他眼神真诚，才稍稍放心。穆唐风是穆家独子，被宠得无法无天，精神力又强，以前在首都男女通奏，虽然不打雌性，但嘴毒得很。之前有雌性追他，被他骂到自闭，还有一个差点寻短见。石兰心头一震，前天他骂陈雄，居然还是收敛了的。姜妍还在念叨，还有江夏和盐祸水，你也得注意。什么？石兰眼睛瞪得溜圆，这俩也有黑历史。江夏倒还好说，可盐祸水在他印象里，明明是温和有礼的大美男，在监狱里除了贺寒石，属他最省心。何止有，这3人里最可怕的就是盐祸水。姜妍压低声音：江夏算好的，他是江家2少，没那么张扬，但他最恨别人说他矮，夸他可爱，尤其不准拿他的兽形和宠物比。之前有个黑熊受人嘴欠，说他像家猫，结果被牙都被他打掉，送医时浑身没一块好肉。石兰听得牙酸，他突然想起自己曾在心里偷偷觉得江夏像猫，还送过他宠物毛线球，顿时后怕。江夏至少是被招惹了才动手，盐祸水可不一样，他记仇记到骨子里。姜妍话锋一转：你听过学校那个活阎王严老师吧？石兰在记忆里搜索，确实有这么号人物，专管雄性军事训练，手段狠辣到每节课必见血。雌性从没上过他的课，只闻其名。这个严老师难道是盐祸水？姜妍点头，就是他。这称号不止因为上课严，有个雄性不服管，偷偷在他本子上写死字，他当时没做声。2个月后军事演练上，亲手把那雄性杀了，还把那张写着死字的纸贴在尸体上，笑眯眯送对方上路。天啊！石兰惊得说不出话，那他没被惩罚吗？军事演练模拟真战场，死活不论，而且是那雄性先教唆10几人围堵他，结果全被他放倒，就杀了带头的那个。姜妍拍着他的肩：兰兰你记好，千万别惹他。
远在黑明星的盐祸水突然打了个喷嚏，他盯着芯片眯起眼，哪个老东西在背后说我？离开食堂后，石兰没回宿舍，他先搭悬浮车去了图书馆，他想找关于绿色蘑菇精神体的资料。石兰走到管理员处，递上学生证。您好，我想借书。管理员是位白发老爷爷，正慢悠悠泡着茶，芯片里还通着话，乐呵呵道：“那小子铁树开花了，2年不找我，一开口就让关照磁性。”他挂了通讯，接过学生证，看到信息时，浅咖色的眼睛闪了闪，想看什么书？精神体相关的。石兰没有注意到他的异常，把自己的需求说了出来。镜里面橙色书架 F 区都是。老人指了指方向，好的，谢谢。石兰唇角弯了弯，按照老人指示去了图书室内。石兰道谢离开后，老人立刻拨通通讯，不等对方开口就炸了：“你小子想老牛吃嫩草？”老蘑菇狱长只是参加了个毕业典礼，狱中几位大佬却为此操碎了心。此刻盐祸水眉心跳了跳，老头子别吓着他，他胆子小，臭小子敢这么跟长辈说话，信不信我把你破事全说出去，让小慈姓吓得跑路，是吗？盐祸水反倒放松了。上将七主前阵子还问我，你是不是又偷跑战场了？上个月1次，上个月2次，杀虫族石妖还受了伤。停，你小子坐牢都在我身边安卧底。老头越听越心惊，看谁都像眼线，他气呼呼摘了眼镜。行了，我会照看好小慈信，你养伤吧。说完火速挂了通讯，挂了还不放心。老头把公共厅的雄性全赶了出去，理由是太吵，没人敢反抗。现任图书馆管理员是前上将陆鼎峰，连贺寒石都得敬他3分，得罪他就别想进部队了。此时的石兰对此一无所知，他找了几本书，躲进单独阅读室。他很快沉浸在书里，不知看了多久。窗外光线转暗，室内灯光亮起，石兰才深深呼气。他总算明白帝国为什么把高精神力崩溃者关那么远了。书上记载，曾有个2S 精神力强者崩溃后逃出关押室，杀光监狱所有人和星球大半居民。更可怕的是，发作时人毫无知觉，还会强行突破潜力。2S 能爆发出3S 以上战力，徒手撕裂机甲都不在话下。一个没理智不知疲倦的杀神，想想都瘆人。于是有了黑明星监狱，用掉大半不可再生稀有能源做防护材料，才勉强拦住那几人。至于治愈，书上连成功案例都没有，甚至有个 S 级雌性靠近治疗时被误杀。石兰打了个寒战，总算懂为啥大家对黑明星避之不及了。防护再安全，谁也不敢赌命。这么说来，他这个监狱长才是最危险的。他忽然想起姜岩让他换工作的建议，但书上提了句，植物精神体蕴含巨大能量，远古虫族与植物相生，或许对精神力崩溃有帮助。虽然只有2句，结合原书剧情，石兰觉得值得试试。至少最近1个月监狱太平已是好开头。当然，小命还是最重要的。心情复杂的放下书，石兰伸了个懒腰，没急着做决定。他还了书，去管理员那领学生证。管理员爷爷，我来拿学生证。陆鼎峰一听这声爷爷，笑得合不拢嘴，递过学生证问道：“同学认识盐祸水吗？”石兰点头，认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那小子知道你来学校，特意让我多关照你。老头笑道：“这孩子就是这么热心肠。”石兰愣住，热心肠，这和姜岩说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到底哪个才是真的？陆鼎峰还在热情邀约，走，爷爷带你吃大餐去。不用了吧，太麻烦您了。石兰有些不好意思，不麻烦，那小子我当亲儿子看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陆鼎峰哪肯放过，心里盘算着得好好帮义子关照未来媳妇。石兰推拒不过，只好跟着陆鼎峰去食堂。这食堂和中午的不一样，是教师专用区。陆鼎峰点了一堆雌性爱吃的菜，又让石兰再加几个。他看着菜单上的价格，咽了咽口水，摇摇头，我都可以。这孩子就是客气。陆鼎峰又加了几个，见石兰皱眉，解释道：“雌性菜式精致量少，放心，吃得完。”菜上来，石兰才发现还是比想象中多，但好在最近胃口大，应该不会浪费。饭桌上，陆鼎峰打开了话匣子，盐祸水那小子是孤儿，当了10几年星道，混上手里。我俩第一次见他拿枪指着我要11星币，说不给就杀人。老头子笑了笑。后来遇虫族袭击坠荒星，我重伤快死时，是他放下枪救了我。嘴硬心软的好孩子，我就把他招安了。石兰听得新奇，这和姜岩说的活阎王完全不同。他忍不住问：“那学校里为啥叫他活阎王？”嗨嗨，陆鼎峰差点被呛到，灌了半杯水才含糊道：“这孩子处事是粗鲁点，当老师太严格，称号就传开了。”石兰看着他心虚的样子，没再追问，但心里沉了沉。姜岩的话怕是不假，关于黑明星的工作，他又开始动摇了。天黑后，陆鼎峰叫了悬浮车送石兰回宿舍，临走前加了好友，别叫管理员爷爷了，叫陆爷爷，有事随时找我，我在学校。好的，陆爷爷。回到宿舍，石兰点开许久未看的消息，陈雄说一切安好，他问有没有人欺负，对方慌忙否认，他便没再多问。江夏发来消息，上次你送我礼物，我让我妈给你寄了东西，花的是我自己的钱。石兰忙回，不用。江夏不高兴了，为什么收礼约的不收我的？我们认识更久。石兰语塞，礼约的礼他本想还，可对方再没去过黑明星，他刚想拒绝，江夏又说不收的话，我以后也不拿你东西了，这叫礼尚往来，好吧？石兰只好应下。下一条是贺寒石，一切顺利吗？我让下属保护你，他休假，待会儿加你。盐祸水也提了陆爷爷，你在首都星上学，我认识图书馆管理员，有事找他，我让他联系你。叶明也说道，我老师是院长，有事报我名字。石兰鼻子一酸，他本把他们当工作任务，却在这陌生世界收到这么多关心，他一一回复谢谢，最后
翻到穆唐风的消息，瞬间哭笑不得。对方发了张受刑自拍，配文今天没欺负陈雄。石兰放大照片，忍不住惊叹极乐鸟的颜值，每根羽毛都纯净无瑕。他回了个赞。穆唐风等半天就等来这个，不满道就这，太敷衍了。看在他没搞事的份上，石兰补了句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绝美神鸟下凡。穆唐风看得心口乱跳，对着镜子又臭美半天，扇着翅膀驱散燥热。他按铃叫人，陈雄泡杯冰饮，再给江夏也来一杯。刚躺床的陈雄慌忙跑出来，心里叹气：石兰监狱长，你到底啥时候回来啊？假期第3天，早上8点，学校给所有人发了通知，中午12点到广场大厅集合。石兰早早准备好，11点多就和江岩吃完午饭，一起往大厅赶。石兰没急着坐下，站在一旁的旗帜下等着。在等人吗？江岩好奇地问。他知道石兰是孤儿，没直接问家人。一个朋友说还有2分钟到。石兰话音刚落，就见一个黑发帅哥穿着休闲装走近，江岩默默递来一个我懂的眼神。石兰没解释，等对方走近才问：你是利维多？对，是少将让我来保护你的。利维多挠挠头，露出颗小犬牙，被石兰盯着，脸颊微红。很快到了颁证环节，院长是位头发微白的雌性，穿一身翠绿绸缎旗袍，慈眉善目的给每位学生递证书。轮到石兰时，院长念他名字，他条件反射应了声道，脸瞬间红了。加油，阿明和我主夫都夸过你。院长拍着他肩膀解释，就是你昨天遇到的老头子。石兰这才明白，主夫指路爷爷。院长又补了句，精神力只是加分项，做人为本，总会遇到同频的雄性。等院长走开，石兰才反应过来，这是在安慰自己，心头涌上暖意。他不知道，院长不仅训斥过嘲讽他的雄性，更因在他这儿停留最久，让台下众人都盯上了他。谁都清楚，这位 S 级精神力的院长背景深不可测，主夫曾是君主，陆上将也是他的受夫，连大皇子都是他的血脉。领完证书和院长拍完合照，他回到座位，看着手中的毕业证，长长松了口气。江岩兴冲冲拉他拍照发动态，刚发出去几秒，监狱内5人的点赞就齐刷刷跳了出来。江夏突然开口，他在首都星这么开心，还会回来吗？没人能回答。穆唐风硬着头皮道，会的，他自己说的。江夏望着照片叹气，第一次厌恶这囚笼般的日子，他多希望站在石兰身边的是自己。典礼结束后，石兰让利维多若有事可以先离开，明天婚礼再来。不行，我答应了少将，必须保护好你。利维多态度坚决。江岩挑眉揶揄，贺少将，你们俩。石兰脸一红，他本来就细心，担心我一个雌性不安全。江岩心里嘀咕，严肃的贺少将和细心温柔可沾不上脸，但没戳破，正准备离开，一个遮得严严实实的雌性叫住石兰，这是夏夏让我给你的，红色盒子是他的，剩下的是我们给夏夏买的，麻烦你转交，这个空间钮就当见面礼，不用还。说完拉着身边受夫就走。江岩目瞪口呆，江家的人，江夏的父母。石兰看着手中的空间钮，惊掉了下巴，这玩意儿一眼望不到头，至少值几10万新币，比他的空间囊贵太多。他想拒绝，可江夏父母早已没入人群。石兰跟着江岩回了家，江岩拉着他参观，3楼是我的独立空间，2楼7、8间卧室给受夫们住，以后人多了正好住满。石兰数着房间震惊，你要娶几个受夫？最少5个。江岩凑近他耳边小声说，姐妹才是一生，男人不好就换，怕楼下受夫听见，他特意压低声音，毕竟雄性精神力高，嗓门大了准能听见。为了婚后腰子，他很懂保命。石兰被呛到，忙摆手，你的受夫我可不要。2人没再多说，江岩直接把他拉到3楼打游戏。玩了一会儿，江岩突然提议，你当我伴娘吧。他早备好了伴娘服，就怕石兰不喜欢热闹没敢提，现在看他性子开朗了些，才敢开口。好啊，石兰从没当过伴娘，兴致勃勃答应了。江岩立刻拉他进衣帽间，里面挂满衣服首饰，这是按你身形定制的，不合适就让机器人买新的。石兰选了件粉色单肩绸缎裙，本担心穿不下，结果意外合身。他走出更衣室问，这件可以吗？江岩差点尖叫，太可以了，你越来越好看了。石兰被推到镜子前，看着镜中白皙透亮的脸愣住，这张脸和自己现代的样子越来越像了，主人样貌是灵魂的显现，你就是他呀。小毒的声音在脑海响起，他这才回过神，就穿这件。不行，还有好多没试。江岩不肯，非要他试完所有礼服。石兰耐着性子试了7件，排除掉1件勒腰的，剩下的江岩看着照片根本选不出来，灵机一动让别人帮忙选，他直接喊来了利维多，石兰拦都拦不住。江岩嗓门一大，利维多还以为石兰出事，立刻冲上3楼。江岩看着老实的利维多，暗自盘算，贺少将的部下实力不差，正好撮合撮合。